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巧儿造咖，我是巧儿。今天呢，要跟你分享手撕餐包的食谱，而且呢是手揉版，不用机器哦。那每次呢，我分享面包食谱，就会有人留言说啊，这个食谱可不可以手揉，或是可不可以分享手揉面包的方式？那今天呢，就跟你详细分享我个人习惯手揉面包的方法，然后不会因为手揉的关系，就故意把食谱的分量做得很小。我们的面粉啊，今天有超过400克，所以其实跟一般机器揉面的分量呢是差不多的。那待会呢，在手揉面包的一些方式跟步骤呢，是我个人觉得它是一款很有效率，然后很省力，然后不会揉得很累，满身大汗。最重要的是不会伤到我们手腕的方式。因为呢，我听过很多朋友跟我说，他们就是揉面包揉到手腕受伤，所以这一点呢，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把牛奶微波30秒，温温的牛奶呢，可以帮助唤醒酵母。在搅拌盆内加入中筋面粉、速发酵母、糖、盐跟温牛奶。还有1颗鸡蛋，就是除了奶油之外，所有材料都加入，用刮刀混合均匀，主要是为了让我们酵母均匀分配。今天分享的手揉方式呢，是当天可以完成的直接法。手揉方式有很多种，有一些会习惯冷藏发酵一整个晚上，像是呢在做免揉面包一样，当然也是可以，只是时间会比较长。今天的揉面方式呢，是当天可以完成的，而且不会揉得很累。这个揉面的关键技巧就是一个概念 ，divide and conquer。将面团一一分割，再一一击破。因为揉一整个面团一定很吃力，但是呢，揉1/4个面团，不管你是男生女生，手大手小，一定可以游刃有余。一开始面团很黏，揉起来最困难，把它分成1/4个，一个一个的揉。揉的方式呢是往前，像在洗衣服一样。如果你是女生，一定很熟悉啦，因为我们常常呢在手洗内衣。反正呢，就是往前揉，再拉回来就对了。每一个面团呢，我大概会揉20到30下左右，揉完就揉下一个，整体重复2次。一一击破之后，再一统江山，把面团汇集在一起，一起揉面，确认整体的材料都分配均匀。这时候呢，可以加一点点手粉，但是呢，不要因为面团很黏就狂加手粉，容易造成改变配方的比例，然后导致面团变干，所以要尽量避免加太多手粉。下个阶段的揉面方式是左右推手，利用身体的力气，不光光呢只有手背，把面团呢往左右来回推动。那不只呢是你的惯用手出力，左右的肌肉都会平衡练到。这个阶段大概揉面5分钟，就可以来确认面团的筋性了。可以拉出初步的薄沫，不用太大，没关系。将面团呢尽量延展，然后把它整理成一个圆形。底部收好，在桌面静置，让面团做自我水解25到30分钟，产生筋性。这期间奶油放到室温软化到手指可以按下去的状态。25分钟之后，你可以注意到面团呢会更有光泽，不粘手了。将面团拍平，延展开来。软化的奶油切小块，平均分布。
用面团呢把它们包覆在中间。再度使出第一招 Divide and Conquer， 将面团切成2半，用一开始直线揉面的方式，加入奶油之后呢，面团会再度变粘手，这个是正常的。那你可以用刮板辅助你把粘在桌面的面团收回来，每一个呢大概也是揉20到30下。即使你有搅拌机的巧手们，我也很推荐偶尔可以尝试一下手揉面团哦。用手揉虽然会比较累一点点，但是面团的温度不容易升高，可以展现面粉最大的风味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让你比较看看到底是机器打的比较好吃，还是你亲手揉的比较好吃。我相信付出绝对是有所得的。来到最后咯，把2个面团再度团圆，用左右推手的方式揉面。要避免粘手啊，还有一个小诀窍可以跟你分享，就是面团不要在同一只手停留太久，很快的换手，面团呢就可以在2手之间滚动。如果真的很黏的话，撒一点手粉也是 OK 的啦。最后阶段呢，大概呢会要揉5分钟左右。你可能这时候已经有点喘，有点累，没关系，加油加油，最后1里路了。这款餐包不用揉到很出筋，因为我们追求的口感啊是非常非常松软，而不是 QQ 的，所以呢可以揉出拉到有初步的薄膜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揉好之后呢，面团最后整理成圆形。刚刚的搅拌盆喷上一点油，避免沾黏。收口处朝下，要来做基本发酵咯。以30度发酵1个小时。在中途半小时的时候呢，把面团拿出来，我们来做翻面。翻面的好处是帮助酵母换气，增加筋性。那翻面的手法就是尽量的把面团延长，帮助面筋的网络形成。所以呢，很像在折棉被一样，把面团呢折成一个小枕头的样子。继续发酵剩下的30分钟。在烤盘内垫烘焙纸，一定要记得垫哦，不然面团可能会粘住，不好出炉。我的烤盘大小是33×24公分，给你参考。将发酵好的面团取出，分割成50克一个。今天这个食谱原始的分量呢，可以做15个。那让餐包每个做起来看起来很整齐的诀窍呢，就是记得要称一下。一一的把面团稍微拍一拍，排气，然后透过桌面的摩擦力把它滚圆。那滚圆的底部朝下。将面团整齐排列，准备来做2次发酵咯。以35度发酵约1个小时。发酵完会堆堆的面团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可爱啊？入炉前记得在面团上擦上蛋液。
以190度烤20分钟，最后5分钟可以看上色的状况呢，决定要不要降温到170度。现在入秋，天气凉凉的，贝狗呢最喜欢晒太阳了，晒得很舒服。耶，准备出炉喽！一整排金黄色的小餐包，是不是看起来超迷人了？出炉记得赶快放凉，不然呢面包会皱。趁热刷上融化的奶油，刷完小餐包会亮晶晶的，而且充满奶油香，美味程度加倍，记得不能省略哦。手撕餐包的口感非常非常松软，然后吃起来略带有咸味，然后充满奶油香，超级好吃，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餐包了。给大家看看这款餐包，充满空气感，非常有弹性的质地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不同的餐包吃法。最经典的方式呢，就是趁餐包热热的时候涂上一点奶油，然后加上一点果酱。这个搭配超邪恶的，我一次可以吃下2个。那接下来呢，来做我们的鲜奶油馅，糖粉、优格、鲜奶油，加入打发，打到可以拉起来有尖角就可以了。咸的口味呢，有火腿跟小热狗。烤盘呢稍微预热，接下来是小餐包夹馅的吃法，沿着对角线斜斜的切开，但不要完全切断。涂上一点甜味，然后很好吃的台式美乃滋。第一个口味放入生菜，加入火腿，撒上一点黑胡椒。第二种口味一样涂上美乃滋，然后加入小热狗，当然要配上一点番茄酱啦。最后用甜点收尾，刚刚打好的优格鲜奶油馅，放入对半的草莓鲜奶油夹心完成。小当家跟我说，这是他最怀念的小餐包。小时候呢，只要去外婆家，外婆都会这样准备小餐包配火腿跟生菜给他当早餐。这次的奶油小餐包的美味，让我们2个每次出炉都会瞬间吃掉好几个，非常的邪恶。从咸的口味开始，最后呢用冰冰的草莓鲜奶油夹心收尾。以上就是手撕奶油小餐包手揉版本的分享。透过呢分享我习惯的手揉方式，希望可以让你做面包更轻松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影片，记得按赞加分享，然后留言跟我说你觉得这个手揉的方式是不是更有效率呢？期待你的试做，我是巧儿，下次见咯，Ciao。